嘿，大家伙早喽！3月22号星期五，今天第2个训练日。现在我在这个地方是南波公祭，我突然发现搭了好多棚子，好像这2天要有什么活动，你去看看，前面有一说明。看看，3月23号、24号，那就是这个周末，还有露天电影，但是我看不懂啊，不知道是什么，因为这儿是一个就历史遗迹，原来的南波宫，还有各种体验，这敲锣的人力车。还有无人机操纵，可以啊！看，英绘画。行，周末来看看。这周末还有无锡马拉松，对吧？还有其他的几场马拉松。但是我应该会看无锡那场，不过我不知道能不能叫什么直播观看，那样如果播人家的信号的话，可能是会被掐掉的。那儿等一个红灯。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聊点首先啊，昨天说兔子那事儿没戏了，就围绕这个聊聊，跟大家聊聊。你说我都快4张了，那北方的话就是快4张了，就奔4了，还是比较的天真与单纯，哈哈。有马拉松的原因吧？绿灯过马路，特别冷，只有0上1摄氏度。昨天大阪居然下雪了。就是特别小，虽然前天京都下了，据说是看起来很大的雪。这天气有点奇怪。前2天还有小伙伴发评论说，今天希望能在大阪上偶遇呢。我都加到日历里了。我跟他说的是6点40，我会在那条路上折返。现在是6点21，还有1公里多我就到大阪城了，然后折返1趟2趟，差不多我就回家。伤情基本上没什么事儿了，就只是还是仅仅停留在有感觉的状态上，可能这个状态还要持续几天，争取再用1到2个训练周期。把整个的伤完全让它好起来，让它能好到我能恢复到正常的训练状态，好吗？大家的祝福问候我都看到了，感谢感谢。天都大亮了，我也到大阪城了，从外边绕一圈就进去。那个半马兔子那事儿没戏了啊！昨天回家看的时候，还有1分钟报名就结束了，依旧没法打开。也不是我这儿 IP 的问题，国内小伙伴也打不开，就这样吧。而且我也看了各位的评论，我忽然懂了，在这2年跑马拉松，而且我本身性格所致，我都快4张了，就奔4了，还是活得有点傻。但是估计也就这样了，我觉得傻点挺好，对什么事都还抱有希望和幻想。这就跟前2天还看北京半程马拉松群发，我们开始征集志愿者报名了。我当时还挺高兴，我说跟我妈说，让她去试试玩嘛，就喜欢这个，觉得有朝气，跟年轻人在一起。结果再往下一看，人家只征集50人以上的团体，
我心说，那您群发什么劲啊，对吧？我不评判说这事儿他对还是错，我只是说我的看法，我觉得没什么意思。那天在波士顿终点，那位华人媒体小姐姐还说，今年波士顿好像是30公里还是哪儿的志愿者的点，她报名没抽中。我觉得志愿者这事儿是这样，你集中报名、集中管理是对主办方确实是好弄，但是呢，你也没弄好啊。问题是，那北京半程马拉松的前身北京国际长跑节10公里和5公里，对吧？这个比赛的最后一届，还有变成半马的前2届，我连续参加了3届，办成什么样了？去过的小伙伴心里应该都清楚，组委会自己心里应该也清楚，对吧？第1年把奖牌发错了，然后后边2年变成半马以后，连着2次在终点，就离地铁口还有几百米的地方，志愿者我指错路，他非得说那地铁口是开着的。我说我好像看说是关着的，他说就是开着的。到第3年那口还是关着的，我不信了，结果确实是关着的。我骑了个车回到奥森那儿坐地铁，好像是第3年，对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你这么想，如果是报名参加志愿者，那报名的人以次充好的肯定是少数，大多数都是我想当。为什么我想当呢？我喜欢，我热爱。那这样的话，他虽然说可能累或者能力有限，但是呢，他起码从内心深处，我是希望把这件事弄好的，有热情的。那反过来呢，这个突然拉着你周末星期天义务劳动去，这个不一定所有人都喜欢。真心话啊，可能又得罪人了。所以现在比较期待的是，看看能不能有机会中签上海那个半马。要是中了，回头我就淘宝做个号码布，就不是号码布，就是背在后背的，咱写一个1小时20，怎么样？对吧？我就按照120的配速，1小时20的配速跑什么130啊？是不是？不过话说回来，130是多少？就是破3哈，4分16。120是多少我都不知道。咱当个体制外的兔子也挺有意思，而且好多这种，这次大阪马拉松也有这种，我看见几个就是，但是它也是有小组织的，比方说某个跑步服务站，或者说某个媒体。最后我超过了2个背着气球的，在36公里的时候，我看到家属拍的片子，30公里的时候，他们还在我前面好远好远，那2个人可能掉速了。然后官方的就看看有没有可能明年的悉尼吧，要仰仗 MRC 的小伙伴看看能不能帮忙引荐一下。差不多就行了。而且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但是一笔带过了，就是东跑联的新大哥还跟我说，他们认识的人在东京生活的华人想跑6大，但是这伦敦抽不上签啊，每名额又挺贵的。他想了个奇妙的办法，跟组委会申请当兔子，嘿，居然就通过了。但还是外国人呢，对吧？回头我也试试，因为挺想再去伦敦的。因为比较遗憾的是，上次去家属没时间，我自己去的，待了2天就回来了。但是那次还去了福尔摩斯那个故居，挺有意思的。
有时候马拉松让人越来越简单，这个是我觉得是个挺好的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看好多老爷爷老奶奶跑步的，越跑越年轻，越跑心态越好。一方面是运动让人快乐，我觉得更多的一方面是，你看，如果你每天在一条路上左脚右脚左脚右脚这么跑，你可能想东西的问题也会观点也会直接一些，会简单一些。我估计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挺好。所以为什么国内的比赛跑得少呢？就是我发现，不是说不好，就是有太多的内情我参不透，而且我也没有消息来源。有很多小伙伴手机里好多的群，而且我特别佩服的是都能顾及到，什么消息都特别灵通。我真心不行，哎，这儿怎么又搭上东西了？这儿有活动吗？看一眼。你们看这位女性跑者背影，深褐色衣服，好像是姓田中。大黑原先生给我介绍过，全程马拉松247。大阪城这一片叫做市民的森，看看，可能是又有什么活动这周末，像是露天电影了，森的茶屋。卖喝的，应该是什么活动？这么多椅子，肯定不是比赛。有时候跑步跟马拉松真的是两回事儿，我有时候会有感慨。跑步锻炼身体，马拉松呢锻炼心智吧。因为一个长一个短，原来我也不太理解这个点，直到我跑得多了，跑量大了，并不是说因为参赛才会让你改变，是因为如果您从一次跑5公里变成了一次跑20公里，你会感受到跑步给你带来的变化是不一样的，这也挺明显的，因为比原来更艰苦了嘛，对吧？而且更长了，能每天有1个多小时跑步，就算你不累，也是要跟枯燥啊什么的对抗，还是不一样。我这2天受伤，然后昨天和今天穿的都是2代的 Alpha Fly， 因为跑得短也不太担心磨脚。就感觉这个，原来被我诟病的足弓的。哦，您好，哎，遇到了，是您给我留言对吧？对。我还开着机呢，您不介意入话吧？啊，8点多公里。啊，我刚跑6公里。和上海来的陈先生分开了，他说和夫人报名了今年的芝加哥马拉松，他没中，他夫人中了，要去跑，并且正在抽签纽约马拉松。我跟他说抽中了就在那儿待1个月，把2场全跑完，也挺有意思的，不一样的人生体验。他现在就是我刚开始跑步的年纪，差不多和我跟他这年龄一样的时候，体重也一样，也是刚刚启程。从跑步到跑马拉松，会经历好多不一样的转变。像我现在感受比较明显的转变，就是不太会被各种失败和疼痛所干扰。有时候是会焦虑，但是跑得也比较快。前2天过了春分了，一天一天暖起来。
刚才说到哪儿我都不太记得了，就说说马拉松跟跑步的区别，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跑得多了以后，跑得长了以后，人更耐得住寂寞，这是马拉松带给我的一个附加的收获。然后剩下的就是对距离的认知有变化。我那天看评论区和小伙伴说的，我有点感动，说1年多前看咱们频道，听我说半马就全程冲下来，觉得好不可思议。然后前2天自己也能够全程冲下来一个半马，感觉特别的开心，有点激动。是这样，我第一次冲下一个半马的时候，就那种心情是什么东西都换不来，并且不太好形容的。因为你会想，那是21公里啊，21公里不短了。马拉松也许是普通人最能接近极限，最能觉得自己有大变化的一项体育运动。因为它不是一个技巧类的运动，就不像球类运动是说虽然有体力的要求，但是更多的是技能。马拉松就是单纯的跑啊跑，而这种运动带来的收获感和其他的不太一样。看这儿，这一片因为都是古迹，所以有好多这种东西，历史和文化的街。行吧，我简单跑跑就回家了。今天差不多12公里，还是见好就收，偶尔会有感觉受伤的位置，但是应该好起来了，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训练之后再见，加油干，加油干！3月22号星期五清晨7点22，跑步结束，13公里，跟昨天一样，平均配速5分36。中间碰到那位陈先生，我们在一起跑了大概4公里的样子，可能不到4公里，跑得相对慢，聊聊天。最快1公里4分24，在逐渐变好。平均心率130，功率178。这2天一直在穿 Alpha Fly。Alpha Fly 刚才好像说到一半，就是它虽然有点顶足弓对我来说，但是这2天对于这个伤是有帮助的，就是足弓和前脚掌的支撑会相对好一些。因为像这个地方的伤，基本上就是如果足部外翻或者纯前脚掌去发力的话，是会加重它的，尤其是足部外翻。在这边的路，之前大阪马拉松探路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过，它因为路比较的相对窄，然后这边的雨水又大，它路面就比较斜，所以现在我就都跑在这样斜的这个路上，等于右脚呢就会相对内翻一点，就会好一些。我觉得争取在这个周期和下个周期把整个的伤的，不能说让它全好，但是把它调整过来。就是没有一个马拉松运动员或者业余精英是完全没有任何伤痛在训练的。当时我刚跑到300公里一个月，400公里一个月，那时候刚开始每天发视频的时候是400公里一个月，那时候我就是其实每天都有各种小伤痛，但是那时候因为比现在年轻，好的会快一些，而且那时候我面对加跑量是理解的。现在好长时间不受伤了，确实不受伤的原因就是因为躺平了。所以有的评论区小伙伴说的也对，听到我对长距离的观点也表示赞同，就是太多的那种太慢的长距离对普通人来说的意义不大的。好吧，那就这么着，今天周5了啊，今天大吃一天，周日有比赛的小伙伴，大吃指的是吃米吃面吃碳水，好吧，别吃太多的油和不好消化的蛋白质了，给大家鼓励，给大家动力，好吗？周日的比赛我会在电视机前看无锡马拉松的。那就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明儿再见。